这里是新型的工业园区，现在我们去拜访一位周总，也是一位素未谋面的新朋友。哦，就这里了，3楼。你好，周总。哇，终于见到你了，老乡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也是老乡，湖南人。啊，斌哥呢？斌哥在下面，等一下上来。很有缘分，钟老师的书法，哦，钟墨宝老师的，对，钟老师的。谢。啊，钟老师也给我们提了几个字，所以好有缘呐。真的有缘。这是我们公司做的手办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好。这是定制的，这进门这是成龙，成龙大哥的这个形象1比1定制。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。我做了20多年的这个动漫行业了，这边是艺术家，定制了自己的形象，潮流艺术，第一次了解这个行业。这是上市公司的老总的父母，继业父母的年迈老去。那如果像这样子定制，得什么价格？价格有不等的，有几千到几万。最贵的是几万？最贵的10几万都有。10几万。这些都是什么材质的？树脂，纯手工，服装和手工制作模具，还有3D 打印的环节。等一下能现场看一下吗？可以的，下面有研发基地。我感觉做的真的很好啊！你看每一个表情哈，栩栩如生。对的，你这样看。就跟本人是一样的，就跟看到真人是一样的，就跟杜莎夫人蜡像馆，对的，那个是要几十万一只的，我们现在这个就只要几千到1万就可以完成了。这是我2021年拿到中国体育总局授权，做了这个中国冰雪 IP，那个王一博啊，那个许魏洲啊。夏雨啊，佟大为啊，湖南卫视啊，天猫31晚会啊，都在给我们做广告。这个当时就为冬奥助威。像这样子的一个，大概就是要在市场上卖的时候是什么价格？69块。69块一个好可爱这个。这个企业家他是做茶的，他是定制这个茶艺的这个场景。这种就是做红木家居的老板，他就定制自己的红木家居形象。哇，发现真的只有我们想不到，没有你们做不到的。您是做文创是做了多少年的？我做动漫做了25年，20岁就做了，今年45了。20岁。那做动漫应该是我认为是，就是我刚出来打工那段时间是。90几年的，但是一般都是外商在做。外商那时候我是在外资里面做技术和管理。我的专业是学美术的。这样子就是。后面到00几年我们就自己出来创办公司，成立这个动漫公司。在最后我们这个定制是在2021年成立的。那我们去2楼参观一下这个研发。好，可以。这个就是通过扫描以后就开始用软件在制作。这个已经出来那个3D 的那个轮廓。是这个是接出来就打印，然后再去第5步就是上色。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服装设计。还有服装设计，就是那个人物穿的服装。也是1比1还原。是1比1还原。明白了。这种服装是很精细的，这些手工，甚至比这个大衣服要难做。这个是上色是最后一步，这个是韩国技术，从韩国引进来的。我感觉这跟看到真人没有任何区别了。像做一个这样子的，您大概这种流程下来要多长时间？1个月左右。这么久啊？是的。这块也要20多天。定制这个品牌就是我们2个是附近的邻居，经常又走在一起，又是一个地方的，然后我们2个就会聊着就是有一个想法，就说我们想做一个中国人品牌定制，因为我们10几年都想做，前10几年就想做，但是因为这个3D 科技扫描这个技术不成熟，
那时候纯靠这个手工雕刻，所以我们的人力有限，这个效率，也是跟不上，然后这个成本也是没办法做，以前就雕一个这个就要花1、2万，你现在卖的几千、1万多，怎么做得出来？所以到这几年这个3D 扫描设备出来了，我们就才觉得这个项目可做，于是我们2兄弟就觉得这个项目可以，一拍即合，就注册了这家公司啊，一人就拿个几百万出来就开始干了。我以前在湖南看房子，我总感觉这么多豪宅都是什么样子的人在建呢？我出来了发现之后，我终于见到这些豪宅的主人了，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的实干家。其实到了这个年龄，大家都是讲情怀，都想回家乡建个房子啊，甚至有的父母年龄大一点，像我父母一样，10年以前他就想回去了，然后我就在2013年就给他在老家建了那个小洋楼，在前3、4年吧，我又在老家门前买了几亩地，然后建了一个广场，就专门给村里的老人去公益跳性的，舞啊，等于是公益性的，锻炼身体啊，是我自己出钱的，大概也花了50、60万吧，还有转正呢，几十盏路灯也是我出的钱。后期可能我们还有规划，就是说为家乡的这个学校啊，一些那个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会去做更多一些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。王莹还是穆世强。哦，他电脑上就有了啊。对。怎么这么丑的？现在我们到周总的工厂来看一下。参观这些工厂呢，就打开了一扇新世界。这个是我们的模具，模具所有的玩具产品啊，都是从这个模具开始。这一套模具就2、3万。就一个？就一个。那你看这里都有几百个了。这2楼是我们的服装部，这个是我们做外贸的，这个是服装，成龙我们签3年。签3年，多少钱呢？600万。像您这一个工厂大概要投多少资金？现在应该是有2、3千万进去。这是个外国人吗？是的。我平时爱好就是打桌球。会议室加展厅都在这里啊。是的。设计师们在这里，头发都一根一根画的，你看，要多久？建一个头发？对啊，10天。10天才能画好。19岁没到就去了龙华一家企业上班，20岁我就干到了那个科技干部，他就提升直接为科长。我在22岁我就做到了副主任，在24岁我就做到了主任，在26岁我就升到了那个副理、经理级别。那时候外资企业的经理可了不起啊！我一个月拿8000多万。工厂也是遇到了改革，从深圳龙华要搬到惠州去，那我当时我就不去了。那个是玩具厂是吧？工艺，就是工艺品。工艺品，也是做迪士尼呀，做那个漫威 DC 的那种工艺摆件的，都是销欧洲的。我就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嘛。我去了很多部门，工程部啊，那个彩绘呀，还有那个模具啊，我出来了就给我做。我最早出来，我工厂一下子1年就做到200多人。那时候出来就是人比较年轻，然后农村孩子比较诚实、谦虚，就是愿意学习，愿意教你。老大又是我们湖南益阳的，老乡这个小伙子不错，带你。然后他要做什么做，他发牢骚，我们有时候做错了被他骂，还不是就难过一下就算了。有时候回去躺在床上自己都流眼泪了，都感觉到今天受了很大委屈，那时候又不懂得去跟家里人讲，又不想跟家里人讲，我就是要出来改变家族和家庭这个生活命运的。我还要去跟父母讲这个，我在外面受委屈难受，你是想表达什么，是吧？我最初的梦想是给我赚了钱给我老爸买一台汽车，只有增加这个认知，
你的人才会长进。很多人不是他不想长进，他没有认知，没有打开思维，没有格局，你找出去他怎么成？不可能。他到井底永远只看到这个天空只有这么大。对，就像我们以前打工一个月拿几千块钱，哇，觉得我在这个公司很牛逼，number one。但是我们出来做生意，一下赚了第一桶金，我第一个月赚了8万块钱。我觉得我一下子就拿到了1年的结果，哇！我那时候走路都感觉差不多高低的感觉。那后面我们觉得，哎，这样做半天也是，一个月赚了几十万、300万也有可能。热情好客的周总，谢谢周总，谢谢周总，这么客气的，每一道菜都亲自夹到。哇，这个有多少个啊？14个。这个拿回去，女儿肯定喜欢。谢谢周总啊，放后面吧。好老乡，一定要见面啊！聊不完的话，2个人聊到晚上9点钟，对，将近快9点了，还依依不舍。好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好的，谢谢周总啊。哇，这规模可不小啊 ，A B C D 呀，E，还有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股权代码，上市公司吗？你好，刘总。你好。欢迎。你好，请进。老乡是吧？是的。也那样的呀？是的，那样的。那样的。我看到规模挺大的。有1万多平方。这是我们实验室。实验室第一次见。刚才那是办公室吗？对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喝茶的地方。茶室。对，这是会议室。这个就是展厅的。哦，这是展厅啊。对。品种这么多。工厂呢？工厂在这。工厂在那个这边，其实这个院子都是我们的。哦，就是 A B C D E 都是你们的。对，这栋是宿舍，那边的栋还有一栋是饭堂。其实下面1楼就是掏空做仓库了。哦，等一下能带我都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可以，好。这是香港的点心，现做的啊，尝一下。不客气了，刘总啊。不客气。这边是生产好的还是原材料？原材料仓库。对。这是主要是生产什么类型的清洁产品啊？你看，它现在正在生产的是不锈钢光亮纸。就是直接涂上那个不锈钢上面去保养，提高亮度。要那个卸货装货的了。哦，这种挂车，你们都是用这种挂车拉货的吗？这个是比较大的货，我们一般是有货车的。你看的量。看量的。那现在全天的生产量大概有多少？这个要问我们的厂长才知道。好的。刘总在忙，咱们进实验室来看一下。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非常壮观的实验室。这么多瓶瓶罐罐的，好的，刘总终于忙完了啊！刚才那个梁小姐带我见识了您的实力，谢谢。就是我现在很好奇的是，您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行业的？我是2008年。08年，16年了到现在啊。对，我跟人事说一句话。好。你早说拍视频，我化个妆过来。不用的，你这么帅的本色，很帅的，谢谢，而且年轻有为。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有人说我帅的。08年就一直做这个吗？最早做食材护理的。哦。阿里石，然后我们就有个发明专利。自己还做了发明专利？对啊，我也是个小发明家呀。您是读书的时候做什么的？读书我对化学比较感兴趣吧。哦。还当过兵是吧？刚才听您在聊天。对，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。而且现在又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。第1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，我记得还是政府奖励了我们120万。政府还有奖励的？是17年好像。现在工厂这部分我看了一下，大概就是自产自销为主，还有就是帮品牌做一点代加工。对，代加工的我们可能会慢慢少做了。还是要主要做我们这些品牌。我们一个高层的品牌是在酒店用品行业里面啊。就食材这个板块啊。我们应该算得上是
全国上排那个排到最前面的了。不说龙头老大前3也排得到的。这是刘总谦虚的讲法啊。好，谢谢。我还想问一下，你们现在公司做这么大，都是您一个人在管理？公司做的也不大啊，但是事情的确实是主要是我在抓。我看了所有的事情，大事小情的都是刘总在抓，而且您对那个化学全部是自学的吗？就是说我读书的时候啊，比较偏科。我哥读书很厉害，就经常拿全班第1名的。那老师我们是同一个班，老师经常就骂了我在表扬我哥。就物理化学我是比较好成绩，特别是物理考试我基本不掉分的以前，基本可以接近满分吧，不说吹牛的老师满分吧。因为特别是初中我记得啊，那个物理啊，那根本没什么内容嘛，是不是？牛顿第一定律、第二定律、第三定律，还有电的正负极，那杠杆的原理需要学嘛，是不是？你看过就知道了嘛。现在就随口拈来的这种。是啊，我记得到高中我们在学那个自由落体那些东西嘛，稍微复杂点嘛，那初中那个电的正负极你要学嘛，那看一遍就可以了嘛，还学什么？是不是？哇！但是我喜欢化学，但化学呢就是很多东西要背，要复杂点，化学成绩会差一点。就靠死记硬背的东西，化学基本上靠死记硬背的。那是很多分子式呀，还有那个元素周期表啊，化学里面还是很多东西要背的嘛。现在公司能透露一下年产值大概？年产值，没1个亿那个样子吧，左右吧。很厉害了啊！很厉害，在我们这行业算小的了。一直很谦虚。事实就这样。所以湖南人就这样子一点。刘总是我们祁东县的，就是也算是一个跟斌哥是一个老乡，就是地道的老乡了，白力士的，可以讲的啊。你老公是吧？我老公，对，我们是步运桥的嘛啊。湖南人做事的风格就是低调、谦虚。谢谢。你夸他的时候，他老讲，哎呦，一般还有比我更好的，这是湖南人挂在嘴上的一句话。你夸湖南人我没意见。啊？你夸湖南人我没意见。你不要夸我是湖南人里面最差的那个。你看，我再夸你，我都没话夸了。那个，我看到您有那个股权代码，是公司上市的吗？还是？我们在往这个方向走。现在只是挂了个牌，在那个广东省股权交易中心挂了个牌。那股权代码是真的啊。这个是不能乱挂的，这个我是了解的。原来有上市的打算，但这2年就是改变主意了。就是把上市的计划就是取消了，就重点还是在打造品牌。像您做这个大概投资要多少钱？您陆续投资这些工厂啊、公司呀？投资呀，投资多少还真没算过，因为很多找我说了投资入股，我都拒绝了，所以拿钱过来我都没要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现在的置办这些厂房，这些需要投资大概多少钱？应该也不多吧，公司资产可能就个几千万那个样子。因为也是陆续投的，可能也不是一次性的啊。我很想知道您的第一桶金是从哪儿来的？怎么能做得这么大？第一桶金就刚才跟你讲的，我那个发明专利。发明专利。有没有经历过最难的时候？最难的时候呢，就要说刚从家里面出来了。哪一年出来的？应该是2000年吧，01年、2000年的时候吧。20岁。21啊。刚毕业那时候啊。对。因为那时候分在我们钢铁厂里面嘛。我也不想在家里面上班。因为在部队里面都恨不得跑出来了，所以当时出来了就是带了200块钱好像。那您也算是白手起家的。靠运气吧，起家还谈不上。干嘛这么谦虚呢？真的。当时还睡了公务员。当时刚出来才睡了公务员。还睡了公务员。以前说找工作很难找的，不现在招工难找。特别是男生。那时候男生基本上出来没有厂家愿意要的。对，我们也到处看招聘广告啊，有时候买个报纸上面看啊。第一份工作做什么的？刚出来做了半年保安。
保安，不止半年了，应该将近1年了。那时候找到工作就不错了，已经。是的，有个落脚点啊，能有饭吃，能有地方睡，那时候真的出来打工的人最大的梦想。先不管工资多少，总之理想和现实差别是很大的。因为当年在部队呢，其实当时我们启东去了200还是300个新兵吧。那我的部队是公务员，我第1年1年多吧我就入了党，然后我在公务员去了机关，那其实还是有前景的。那可能在部队里面，当时可能是运气太好了吧，我就总认为，哎，我是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？一直想着一直就顺风顺水往上走。对呀，我发现我比一般人厉害一点，我在想，那不行，我要待在部队没意思。那时候又年轻，啊，1年到头看不到一个女孩子，是不是？然后在部队干嘛，是不是？现在想想这样子还是挺值的，虽然经过那时候出来的时候苦。然后到后来我就回到了老家嘛，老家就是说，当时是分到我是从白帝市钢铁厂去的嘛，那是哪里来回哪里嘛。但我们钢铁厂当时效益已经不行了，好像。那个年代我们都看李嘉诚的书，香港四大那个富豪，还有个霍英东啊，还有个曾玉彤吧，是吧？还有个什么我忘记了。还有个郭炳湘、郭炳联也是湖南的吧，新鸿基地产的，我们就很崇拜这些人吧。所以就想着自己出来啊。对。那看了李嘉诚的故事以后，也是白手起家，哎，我在想，我应该干一番大事业的，对吧？所以当时也不管我父母安排工作什么的话，背着包就跑了。年轻人还是跑到广东来一看，发现不对呀，没想着满遍地黄金呀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们小时候，我跟你差不多是同龄的啊。那时候就是别人给我们形容的，就是广东遍地都是黄金，遍地是钱，去捡钱的。那个年代信息不发达，我们在工业区到处转，那女的很好找工作，男生基本上不要，男生太调皮了那时候。对。我就去工厂面试吧。都要排队的，然后那个面试官都是那时候素质都很差的。就是面试行的话就行，不行看不顺的，走，到一边去。滚，这么说都会说的。那时候还有更甚者，我们在工厂做事的，天天就是被那些主管骂猪啊这样子的，这种很正常的，对吧？我们同样的差不多的年龄遭遇的都差不多的。好，谢谢。像您办企业以后有没有碰到最难的？应该是一开始吧，就万事开头难。就刚刚说遍地黄金也不是，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呢，就是还算碰上了好时代的末班车吧，好时机吧，说好时代吧，就做生意的好时机。我记得当时是04年左右啊，我跟几个战友就合伙开了个服装店。拿的工资才几百块钱，一个服装店的铺面要1万多块钱租金，那都是吓死人的，都不敢跟家里说的。但是很意外，就咬着牙硬着皮的做了，结果礼拜天那个做服装一天可以卖1万2块钱。那时候黄金时期啊。那在东莞呢是多的是，刚刚我们开了5、6个店吧，东莞后街、虎门、南城还有清溪。那时候衣服烂了，我们补一下都可以卖出去，还会赚到钱。00几年是这样子的。那做了2、3年以后就积聚实下，那是不管烂的衣服了，你就款式不好，你卖不出去的了。那到后来就是我们就把那个服装店就转了。像你们这么大一间工厂，1年最高的收益有多少？收益啊？利润可以讲吗，刘总？利润讲也没事，反正没什么利润的。坦坦荡荡的。利润很低的。现在有3、5个点的利润都不错了。做实业的是这样子的，利润比较低。对吧？很多是亏本做，像去那些代工单很多都亏本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做，别人做，别人养大人养了厂，他要么就亏人工，要么亏厂房的房租，那他做总能赚回来1项嘛。对，不做的厂房人工全部亏在那里。是去年我就是硬着头皮接了这些单，但今年我就是没养那么多人的。现在工厂有多少人？现在可能是不到100个人，几十号人。我看到了，你们基本上也是那个流水线作业。去年的光办公室就有30、40号人这个上面。
里面马中嘛。你也算是排得上名次的。那在祁东肯定排不上这个名字。绝对的。就是祁东，就我们村的有钱的人都很多，但他们可能低调一点。你在村里也捐了很多钱。钱，我们村很大的，好像有10多里路吧。村里面路灯全部是我出钱，出钱修的。因为太阳能路灯。哦，路灯啊，为家乡做贡献。但很多人有钱，他比较低调。谢谢谢谢刘总。从白手起家，睡公园开始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太不容易了。接下来还需要崔总关照。啊，您这话讲的我无地自容啊！谢谢刘总。啊，打扰了啊，感谢，太感谢了。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本来我已经走了，但刘总又热情的喊着我和斌哥。哇，他这个环境真好呀。看看刘总多热情，这是私房菜的霞姐，然后呢，这个又是一位刘总，很厉害的啊！谢谢刘总。刘总，钟老师的墨宝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希望你能喜欢，谢谢啊。是的，钟国康老师。谢谢刘总啊。慢走。好，拜拜。那老板找到我到办公室，他说：“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说：“你想听实话，我就跟你说实话，是吧？”所以跟他说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差点把命送给你了。”今天又来拜访一位新朋友，哇，里面这么大呀！问一下刘总在哪里？对，知不知道美女？刘总。刘总啊，不知道，你们请进去看一看。好 ，Hello， 刘总，你好。斌哥没来，等一下再来，我们拍完视频他再来。你这规模够大呀！我跟你讲，这个刘总的身家可了不得啊！开玩笑，过奖了。这个是展厅。展厅。对，所有的产品就是做包装类的产品。啊，各种各样的，我看到啊，对，还是很熟悉的。行业，化妆品、首饰，只要你能想得到的日常用的纸盒子都在这里。办公室，这是您的办公室啊？啊，对，这。好的。到广东来呢，到哪个老总办公室都是先喝茶。这边广东人的特色。对，我看你这厂房面积很大呀。实际5地的1万多平方。1万多平方。16000多。还不止这一个工厂。不止，这边就是总厂了，那边四林那边还有一个工厂，7000平方。你总共多少个工厂？花都这边就3个。听到没有？老总讲的很轻松啊，花都这边就3个，老家的产业更不得了，我听说了。老家的，只是说以后养老了做副业啊，种2项目2个多亿。农业啊。农业冷链物流，种蔬菜我们前面种了7000多亩，是前年22年，23年会少一点，因为23年的行情也不怎么样。23年有2000多亩，就闲置劳动力在家里面，不是我们老家不经常在家里打牌的那种，不用打牌了，对，基本上有事做的嘛，你不然冬天做什么？那你这个事业很伟大呀，为家乡做了好大贡献。祁阳的老总，你这主业好稳啊，做了多少年了？这边10几年了，09年开的。我不敢想象，09年到现在10几年，资产弄得这么丰厚。你进去看了没有？我没呢，等一下您带我参观一下。因为我光您在农业投了那么多，您的资产肯定翻个10倍得有吧？没有，不要说资产，够吃够用就行。好谦虚，不要那么谦虚，是不是啊？这边做呢，说实在的，做包装这个行业本来是个苦行业，其实挣的也是苦力钱，搬运工，是吧？现在没有暴利了，只靠规模，靠量。做到最后，做到已经变成了白菜价格了。
那我在想，你做这个10几年就赚了那么多，前面做什么？以前做过皮具啊。哦，你也做过皮具啊？我开厂开了5年，做皮具。做哪一行的？就做女包啊。女包。是啊。不会高仿吧？赚得多那个。我们从来不做高仿，我们脚踏实地做人。做那个因为来钱是最快的。那个来钱最慢的。嗯。那个都是负债的。开皮具厂是亏的。也不能说亏，你赚了经验了就还怎么亏呢？是的，是的。亏点钱而已。嗯，学到了经验啊，这个是金钱买不来的。03年开的皮具厂。02年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好做，但是关键是自己太年轻了。你才多大？19岁。忙了19了。嗯。我们老家说的虚岁20。来这边的时候，我们是99年来的，我们99年都大15岁啊。那这样一讲都差不多了，都是10几岁就出来打工了。那个15岁出来的。您做这个纸箱之后，我感觉像您这种规模的，应该也算是顶流了。在马戏算第1名吧。因为我以前跟纸箱厂合作，做包就离不开纸箱嘛，对吧？他们的规模小多了。快递纸箱我的份额还占的比较大。发度来说的话，基本上还没我们的规模的，我们还现在没找到。是吧？厉害，自吹一下。走参观去啊！那么大规模啊，见识。娱乐室。哦，明天搞活动了。他们随时的员工有生日晚宴啊，包括过年过节啊。你这个做的还比较人性化呢。他们都会有点不值钱的小礼物。心意到了就好了。有多少工人呢？这边。这边90多。哇，一眼望不到头，我感觉全部是重资产的，你这里。你现在没有设备做辅助的话，你根本就没竞争力。靠人工的年代已经过去了。印刷吧，这叫。这一台机器贵不贵？这台贵几十万吧。几十万不贵。我们以前最早开的时候，像那个小设备的几千块钱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自动化很高了，这台设备都是20万。这台20多万。对。那你这全场下来，光设备你都要去掉大几百了，够不够？大几百都不止啊。这一台机都到了700多万了。啊！等一下给他来个特写啊！那您这里总共大概要投多少钱呢？没算过，边做边投。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哈。做工厂本来就是为设备厂打工。这种东西竟然还可以上来，它就自动压送过来成型了啊。每个工具处理的都不一样。这个自动。是啊，这全送了。这一台机顶多少人工？你看一下，这效率实在太高了。我带你转一转。好，我没有想到一个纸箱厂能做到这么现代化的。有网吧，白班网吧。24小时的。这是2楼的仓库，哇！整个全部仓库。刚才刘总说这里是24小时不停的工作的。我在这个仓库和1楼转了一身汗了，我感觉不止1万多个平方。13亩地，租金我们1年都将近300万。光这一栋的租金？对。那你每天的产能大概什么样子？平均的话应该是50到60万个一天。但我们最高峰以前比赛的时候做到110万。全年的1年的一个产值大概多少？1个多亿吧。1个多亿啊！我发现你们现在都很保守啊，都很保守啊。属于比较作的那一种，是吧？折腾吧。是啊，比较作死的时候的那一种。农业的风险是非常大的。但是为什么投呢？说实在，第一个还是有家乡情怀，挣不挣钱没所谓啊，放在那里做那里，总让周围的人知道你做的一件事。聊聊刘总的艰苦奋斗经历啊，不能吹牛。这不是吹牛，这给年轻人学习一下，对不对？90几年的时候。是啊，99年。15岁啊，你15岁就开始出来打工了？台资企业做高尔夫球带。那您在那里做了多久啊？台资企业做了多久？总共加起来的打工时间2年。去了东莞第2年，下半年去了虎门返回来士林。来士林做了1年，就去了义乌。
浙江义乌再返回来，03年开的厂。03年开厂就是开皮具厂。你这钱哪来呀？启动资金哪来呀？那个时候不用多少，借就行。那个时候你开个工厂才多少钱？1000多块钱一起。没有那么便宜吧？你还要买机器呀？我们那个时候开厂买什么机器啊？买了一台2手的电车要呀。电车。嗯。就一台电车，而且不是自动加油的那一种，3个人坐的。当时总共借了2500块，2500块，而且返回来还拿了1000块钱去买了一台摩托车，就买了电车。嗯。就是总共可能智商5000块钱，4000多块钱，4000多块钱借了2500。你想一下，19岁，现在孩子19岁还在读书了。19岁，现在老家那个19岁还没长成人。我们以前不刮胡子的。刚才聊起来，刘总18岁就在工厂做厂长，管理400多个人。我就问他怎么能服众，为了显得成熟一点，就穿黑色衣服，不刮胡子。这个做了2-3个月呢，那老板找到我到办公室，借了个身份证去的。他说：“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说：“你想听实话，我就跟你说实话，是吧？”所以跟他说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差点把命送给你了。”我说，最终就大不了走嘛，是吧？他说：“你还可以，比我想象中要好的。”做了几个月，从那里出来就开厂了。很有胆量，我发现你做每个行业都是全靠自己的胆和谋。是靠别人都乱拳打死老师嘛，我按招式出牌就行了。嗯，你武功再高，也怕别人拿菜刀啊。没到下边完了。没，下次有事干我一定过来拜访你，好吧？我们刚刚开玩笑，想得快。不，那个刘长。没差的。不是刘长，不那个。我到这个我家在这个有个指示的。你家在哪里？是在花都。下次我客人是这你房子过来一起到家。是自己家里我到只有到这屋头，过年我们到这屋头的。我确实我点名气特别个计划，好吧？下次我到你对面的。谢谢刘总，拜拜。